美女你好，我们新店开业，扫码关注一下，现在就有礼物送给您。拜托帮个忙吧，只要扫一下就好了。点一下关注。哇，您是第99个扫码关注的人，您中奖了。稍等，我去给您拿一下奖品。这是送给您的。不要了，谢谢。拿着吧，真的不要钱。您运气真好，记得关注我们 APP。谢谢。你可以去向老板提出免费试用3个月。你相信我，在这个世界，很少有人能够抗拒“免费”这2个字。聘书成功了。恭喜你啊！疼吗？我们以前活下来是要揍人，现在怎么活下去要挨揍啊？你所说的揍人和挨揍其实只是表面的，就比如说吧，你虽然被人揍了，但其实你心里边是开心的，是吧？皮肉的苦不算苦，内心的苦才是真的苦。路上碰见人送的。推销。哦，对了，哥，你说我答应老板前3个月不要工资，是不是被人占便宜了呀？你不一样是占人便宜了吗？我看看。你还真以为你占人便宜了？商家获取单个用户的成本高达100元，你这只杯子10块。我上当受骗了？也不全是吧？你记住，任何事情，只要是能看见数字的，那么这件事情本身也就板上钉钉了。最可怕的是那些看不见数字、没有报价的。哥，你现在说话我越来越听不懂。这么说吧，聘用一个格斗教师，1个月的工资加上人事开销最多1万。你表面上损失了工资，但你一旦入职，一方面可以积累工作经验，另一方面你可以观察和学习他是怎么经营的。你得到的其实远远不止他节约的费用。有道理。浩哥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我不用担心，管好你自己。谁难受了？你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别哭了。现在这事怎么说还不知道呢啊！谁还不知错就改啊，人都会犯错的嘛，是吧？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哭都不好看了呀。装的哭啊！哭了。孙老师知道他昨天的事了，要劝退他。你不要难受了。孙老师，昨晚的事情我想跟您聊一下。邱大娘，我正要去找你，谢谢你昨晚冒着险抢救我们组的实验成果。孙老师是真的想感谢我吗？当然。那我希望您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要让谢逍遥走了。这不可能，不用为了小谢。我不是替他求情，我只是觉得，虽然笑笑是名研究员，这样的错误他不该犯，但是责任不在他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据我所知，笑笑为了得到你希望的结果，最近一直在加班，而你们组也分派了不同的人进行了几次实验，但是结果都不一致。难道这是谢笑笑的原因吗？你们的 protocol 是不是有什么不确定的地方或者是漏洞呢？宋老师，谢笑笑太想得到你的肯定了，
所以才会没日没夜的加班，精神紧张，才会失手打翻了世纪，酿成火灾的。所以裘佳宁，你的意思是，应该为昨晚火灾负责任的人是我，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我的行事原则是，出了事情先解决问题，再追究责任。你是在教我做人啊？不敢，我只是觉得，真的没有必要让谢笑笑走。喂，哦，孙老师。哦，好，好。孙老师让我们去会议室开会，干嘛呀？不知道啊。哎，对了，周小山，你也要去？我？你们组开会，我去干嘛？裘佳宁也在。开大会啊？估计实验室进行安全教育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人自检实验台和柜子，将所有易燃有毒的化学试剂统一放置到危险化学试剂柜。我将派专人负责监督和检查。从今以后的实验，大家一定铭记安全第一。实验所得的数据也请第一时间拍照上传到实验室的数据库内保存。样品等实验材料也请及时处理，统一放置到保存处。另外，针对火灾预警，今天下午3点，公司特意请了消防处的消防员，给大家讲解火灾的预防与应急措施。请大家处理好手头实验，准时参加。就这样吗？那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。孙老师，我下午就交检查报告。另外，由于裘佳宁这边缺少人手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谢笑笑过去帮忙。为什么呀？散会。裘佳宁，你等一下。谢笑笑本来是要被劝退的，是你开口替他说话。他虽然有错，但不至于让他走。当初郑薇犯错的时候，也没见你替他求情啊。性质不一样。好，你如果收了谢笑笑，让他加入3次重复实验，你有考虑过后果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提醒你一下：第一，实验要求研究员严格按照实验设计来，这需要参与者的默契；第二，万一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出现纰漏，你裘佳宁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。我知道。还有，你虽然现在替谢笑笑说了话，可是他不会感激你的。我替他说话，不是为了让他感激我。可是你让他加入项目，这等于是给你自己找麻烦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孙磊的嫡系，他会一直针对你的裘佳宁。赵小山，我发现你对人的成见挺深的。因为我相信人是不会改变自己的。是吗？所以你对人的看法也不会改变了？那你怎么看我呢？一个被哈里实验室开除的人，是不是永远得不到你的信任啊？裘佳宁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细胞实验？马上。但如果没有密钥，我们就拿不到过去的实验数据，拿不到这部分数据，我们的实验就很难快速进行。会有办法的。
但是你别忘了，你只有3个月的时间。你自己看哪个教练合适。哎呀，哎，其他都太壮了，那个还挺好的。哦，茉莉，茉莉来一下。老板，哎，李先生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学院的茉莉教练，这是咱们客户李先生。你好。以后就茉莉教练陪你练，好吧？那你准备一下，我去格斗馆等你。第一次来。啊。你以前做过教练吗？少废话，快点。就这么点力，使点劲。你都受伤了，我害怕我再伤着你啊。少管闲事。开始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那我就开始了。开始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妈的，我这就去改，一句怨言也没有。你不就想要五彩斑斓的黑吗？我满足你。很好，就这样。对你爸爸有什么了不起啊？让我熬夜10天，定金都不给，就知道鸡蛋里挑骨头。我呢，头发都掉了，有谁在意过？时间到了，下课。今天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伤还没好，要不要擦点药啊？不关你的事儿，坐你方案上。那我走了。那用这个吧。哥，上好的快。刚才那个是你的客户？对啊，怂得要死。哥，我在这儿发现好多阳奉阴违的事儿。你说，他们怎么活得这么憋屈啊？明明心里根本就不愿意，非得硬着头皮去做，就不能活得真实点吗？中国人说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可是人长大之后就会有私心，有欲望，就会作恶。很多时候并不是他们不想活得真实，而是不敢。那你说，人长大之后就不能真了吗？成人世界的真，那是蠢。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？我发现你对人的成见挺深的。因为我相信人是不会改变自己的。是吗？所以你对人的看法也不会改变了？那你怎么看我呢？一个被哈里实验室开除的人，是不是永远得不到你的信任啊？哥，哥，没有这样的人。贾玲，王老，你那份实验设计报告完成怎么样了？快了。
你没有密钥，拿不到数据，你怎么完成你这个实验设计啊？可是您这么做，孙老师知道了一定会有想法。我不希望因为我让你们两个之间产生隔阂。哎，我的学生我了解，他只是对事不对人。只要您能拿出令他幸福的结果，我想他能够理解我这样的做法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去看看吧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滋滋，不知道啊。滋滋，一起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怎么回事？王老、佳宁，有一批刚刚显微注射完的受精卵还没有移植到木叔体内，也因为火灾的原因，性状受到了影响。我们现在必须马上重新注射一批显微注射的受精卵，但是受精卵有限，技术部那帮人的成功率你们也知道，所以保险起见，只能求助老孙了。显微注射术需要操作员的长期练习，并且每次可以使用的细胞有限。我们技术部的成功率只有不到80%，并且产出实验可用的小白鼠的概率只有不到50%。但是孙老师的显微注射成功率有95%，并且产出实验可用的小白鼠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平均水平，那是很厉害了。获奖了啊！当然，我也很好奇，作为在国外的优秀研究员，你的显微注射成功率是多少？如果问我个人的话，那应该跟孙老师差不多吧。郭老，那干脆这样，我就跟裘佳宁一起操作，一来加快速度，二来也让大家学习一下。不要了吧，我们没有那么多受精卵可以浪费啊。可是裘佳宁说了呀，他的注射成功率跟我差不多，而且我觉得他也不会浪费实验室有限的资源。孙老师，我个人不太喜欢激将法这一套，所以你还是没有必胜的把握。孙磊，佳宁刚来实验室没几天，对我们的设备还不熟悉，这一次我看就算了，下次有机会你们再切磋，好不好？不过，我喜欢主动下战书。孙老师，我的战书您接吗？接。好，那我去准备。请。对了，如果我赢了，希望您可以同意共享原计划的实验成果。没问题。可如果我赢了呢？条件随您开。密钥，我不同意跟你分享。好。我出去一下。裘佳宁，你别冲动。冲动？你完全可以不用这种方式来获得密钥。那你说我应该怎么拿到密钥？让王老直接给我吗？赵小山，我现在的处境，王老能够勉强留下我，已经很为难了。我不想再给他添麻烦。如果你输了怎么办？你是怕我输？我不是怕你输。对，作为协助我的同事，如果我输了，你也会受影响吧？我准备好了，走了。等一下，孙老师和裘佳宁刚才都说了，他们的成功率是95%，而我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8%。既然我们的受精卵有限，我认为应该让成功率更高的人来做。可惜真的不小啊。周小山，这没你的事儿。孙老师敢和我比试一下吗？那既然是比试，就应该有代价。裘佳宁说了，他如果输了就放弃密钥，你怎么说？孙老师想怎么样？如果你输了，就请离开实验室。周小山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你怕了吗？好。正在工作。
为你等。注射完成。我也注射完成。情况怎么样？孙老师100个受精卵，有效注射99个；周小山100个受精卵，有效注射99个。那一样的。打了一个平手，这是一场高手对决，让我们大家都开了眼界啊！但是周小山的速度比苏老师快了好几秒。童墨，不是，本来2个人成功率相同的时候就应该看谁的速度更快，所以还是周小山这边赢了。童墨，大人说话小声别插嘴。我觉得比赛还没结束呢，现在说谁输谁赢有点为时过早吧。注射受精卵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出符合实验要求的小白鼠，一样的成功率，但培育结果有可能是天壤之别。同意，小白鼠培育期需要20天，20天后看成果吧。赵山，能告诉我是为什么这么做吗？请你相信我，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我也是因为相信你，才选择支持你。如果你真的相信我，就不会在最后关头选择亲自应战孙老师。你知道自己技术不错，你有把握能够赢孙老师，但是你没有把握我能赢孙老师。你误会我了，我没有这么想。自从我提出了新的实验思路，我就觉得你非常的急躁。你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？我不希望你成为第2个郑薇。你把我跟郑薇拿来比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科研的本质是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，不是当任何人的垫脚石。虽然我和孙老师在学术上有分歧，但是对工作的认知这一点，我们是一致的。时间会证明一切的。但愿。结果出来还有20天的时间，这期间，我希望你能够先完成3次衍射图谱的数据分析和总结，每5天我们讨论1次，希望在20天之后，我们能有一个完善的计划。邱佳宁，你的体检报告什么时候可以给我？哦，我现在就去。嗯。喂，嘉欣，体检报告你是给我取了吗？对，我给取了，在我办公室呢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防止你又查出什么毛病瞒着我。你赶紧给我，行政部的人催着要呢。我现在在你们医院大门口呢。那你在办公室等着。你办公室在哪儿啊？你现在在医院大门口是吧？好，你听我指挥啊。面对大门口，然后向左转，笔直走50米，再向右转。17楼出了电梯左转，再左转，走到头左手边办公室。请问有人吗？小新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别走了。
哎，您好，请问您是病人家属还是？是你啊？哦，如果是病人家属的话，我希望您可以留一个电话给我。这样的话，如果病人有什么事，我可以马上联系你。留一个电话给我吧。你误会了。没事。留你个大头鬼啊！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这实习医生，不懂事儿，怎么说话呢？还请你不要介意。师傅，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您口中在实验室洗试管的我姐姐。洗试管？什么洗试管？我有这么说过吗？你难道没有说过吗？我当然没有说过了。请医生。您好。你这个大路痴，居然能准确无误地找到我说的地方，不容易啊！多亏了你准确的指引呀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姐，你看看这份报告。怎么了？你看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很正常啊。邱佳宁，你转氨酶偏高啊！偏高又不是超过了极限值，你超过极限值就来不及了。姐，你是不是体检前一天熬夜了？就那一天啊。邱佳宁，你现在骗人都不打草稿了。就我住过去那几天，你没有一次在12点之前睡过觉。这不是特殊时期吗？姐，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大，急着想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但是要想在工作上做到100分，身体健康就是那个1啊。没有那个1，后面再多0都白搭的。好，知道了。今天11点之前必须睡觉啊！行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姐，你操心。真没想到啊，这周小山还真深藏不露。是啊，我一开始以为他贸然迎战是不知天高地厚的，没想到他是生来金刚钻，不怕瓷器活啊！而且周小山心理素质特别好，他一开始连错2个，结果人家调整了一下呼吸节奏，一个都没错，而且还后来居上，比老孙还快2秒呢。哎，他这么弄不会伤害卵细胞吗？不一定，有的时候动作越快越麻利，对细胞的伤害越小。你们说这次比赛谁会赢啊？从理智上来讲呢，你是应该希望周小山赢，因为他毕竟是代表裘佳宁组出战，他赢了，裘佳宁之后的事情就可以顺利推进。但是从感性上来讲呢，他毕竟是个初级研究员啊，老孙要是输给他，哎呦，那场面太难看了。你呵呵什么呀？你呵呵嘛？李尚安老师，你好歹是个分子遗传学的女博士，说话能不能走点这儿啊？那你说，你觉得谁能赢？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经典的薛定谔的猫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奥地利的一个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。这实验是这样的啊，就是在一个盒子里呢，有一只猫以及少量放射性物质，之后有50%的概率放射性物质将会衰变并产生有毒气体杀死这只猫，同时还有50%的概率放射性物质不会衰变，那这只猫当然就可以活下来了。哎，你们猜这只猫会有几种结果呀？那不是生就是死呗，这还要科学家做实验干什么呀？在你没打开盒子之前，你怎么知道这只猫是生还是死的？所以严格来说，这只猫的结果有3种：或生，或死，或非生非死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你们现在就是这样啊！然姐、张宇哥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！我来给你们翻译一下张宇的大白话啊。注射的结果是客观存在的，不以我们的个人意志为转移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这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bingo。臭张宇，搞半天你骂我们呢？科学尚未普及，吾辈任重而道远。哎，你们猜我现在想说什么？滚！薛定谔的滚！李舒然，你这个遗传女博士这么说话呀？什么意思呀？你还李纯然的车呢？你还？哎，我还是薛定谔的猪呢！天哪，你看给孩子说的，刚来时都给人说懵了。是不是啊？多吃点儿。严哥，今天怎么不拿手术刀开始做女工啦？你还奇了怪了，平时拿镊子做手术，一穿一个准，今天怎么回事？哎，小欣欣，会缝扣子吗？不会。女孩连扣子都不会缝，老秦就会。哎呀，那你俩搭伙过日子得了。我爱他。爱谁？爱你。他说。傻呀。这么穿，那。
哦，对，赵岩，刚我回来的时候，有个美女在楼下等你，我也不知道她是谁。真的？我骗你干嘛呀？哟，哎，小新，过来。干嘛？过来，有事找你说，过来。怎么了，神神叨叨的？请坐。小新，你是基因突变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这都是一个爹妈生的，你姐这么优秀，怎么到你这？怎么回事啊？切，变得可真够快的。之前也不知道谁说我姐见不得人来着。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讨论，不讨论，不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姐她结婚了没有啊？师傅，你是不是又见色起意了？什么叫又？爱美之心人人都有，更何况我不止爱美，我还爱科学。唉，果不其然。不过呢，你要想知道我姐的情况呀，那你得拿出点诚意来。诚意我有啊。这蜜谷果汁茶，桃桃红柚味，请你喝。好喝。好喝，快说吧。那我告诉你，我姐没有结婚。就知道她有男朋友吗？哎呀，自从我做了医生，就剥夺了我做美甲的权利。我知道，知道。来，金桔柠檬味的也给你，行吗？也没有男朋友。那就是说他是自由身了，我就可以放肆大胆的追求他了。嘉欣，我要你帮我追你姐。这就不是一两杯果汁茶的事了。条件随便你提。我想想啊。这样，每个味道我给你买一箱。这个嘛，还要考虑吗？蜜谷果汁茶现在最畅销流行的。那你先把 Miko 下单了再说。邱安宁，你去哪儿了？下班了。去看过医生了吗？看你一直都在咳嗽。没事。来啦！邱佳宁在吗？你找我姐啊？她刚出去了，你找她什么事儿啊？她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个她没说。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你怎么突然回来啦？想你啦。鬼才是你说的话。你说你一个女科学家，跑到酒吧来干嘛呀？女科学家就不能来酒吧，就不能有你这样仙女般的朋友啦？行啦，能喝的呀。姐夫，给你佳宁姐上杯轰炸机。哎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来喝果汁啊。去了国外几年，变成小白兔了。年纪大了，烈酒伤身，受不了。哎，谁呀？哎，来了，坐。你忙啊，我先走了。别呀，你刚来。反正已经接上头了，过2天来找你。那你一定要记得来找我啊。知道了。别骗我啊。走了。路上慢点啊。哎，我先走一步啊。阿娘，刚才出去那个女的是女科学家。
啊，女博士。你朋友啊？我闺蜜。我才不信呢！你一个大学都没考上的差生，还有女博士闺蜜啊？傅渊博，你少狗眼看人低了。名牌大学毕业的怎么样？还不是在我这儿打工？你要再多嘴，我就把你这个月的奖金给你扣光。就知道拿这个欺负我。哎，小姐姐，去哪儿啊？我送你，走。要带人问过我了。男朋友吗？认识的。哎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哎，这位小哥哥，你长得挺可爱的，但是识相的话呢，请你赶紧滚，好不好？他，你今天带不走，懂了吗？啊，懂了，我只是想送他回家而已。哎，阿伟，我要去哪儿是我决定的好吗？你想带我走啊？对。跟我去个地方。这里是个训练场，不会打扰到别人的。那边的墙看到了吗？120码，最近的距离击杀。你赢了，我就跟你走。原来跟我一样喜欢刺激的呀？敢不敢？我先。哎，徐安宁，你不是要来真的吧？危险。不相信我啊？帮我拿一下。走着。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哦。系好安全带。不怕。行行，我记。来。危险，佳宁！我手！出去吗？谢谢。还有更出去。我错了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招惹您的，您原谅我吧。车是不错，人怂了点。谢谢。那我要怎么才能带你走呢？什么意思？这游戏挺好玩的，有没有兴趣和我也来一局？没兴趣。怕输啊？跟着我干什么？你回宿舍我也回，顺路啊。我不回。撒谎。生我气啊？不是生气，是失望。裘佳宁，你以为考虑孙磊的感受，他就会感激你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去讨好，值得去尊重。你可以有自己的人生观，但是不要勉强别人也认同你。
那天我不是忘拿东西了吗？你猜我回去之后又看到了什么？那个可怜的丢了钱包的男孩，又找到了下一个目标，把所有对你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情，又原封不动地演绎了一遍。你现在还认为你所坚持的是正确的吗？所以呢，你认为什么是正确的？因为上过当、受过骗，难道就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了吗？因为生活在黑暗里，就不用向往光明了吗？周小山，相信是一种选择，也是一种能力。我很庆幸我还有这种能力。你发现吗？那颗石头是从你手里丢的吧？让我的心从死水中碰撞出感动的水花。你知道吗？我的被动像冰山被微光慢慢融化。你嘴角的开放使我整个盛夏。明明有好多话想要讲，却默嘶哑。那时我害怕幸福太短，而思念却很长。你是那个照亮我黑夜的太阳，在我迷失时候给我抚慰的力量，想变成你心里也能燃烧着的光，告诉你我爱的不一样。好紧张啊！今天就要出结果了，不知道谁会赢。如果赵小山输了，他会不会真的走人啊？赵小山要是输了，佳宁接下来的工作就很难开展。他要是开展不了工作，处境就会变得很尴尬。哎，培育课让我们现在过去。结果出来了，走。孙老师显微注射100例，成功了99例，转移到代孕母鼠子宫，经过基因鉴定，最后培育出符合要求的实验用小白鼠65只。天哪！实验室的研究员的成功出产率是50%，而孙老师达到了65%，也就是说，周小山培育的小白鼠存活率要达到65只以上。那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让他趁早滚蛋吧。周小山显微注射。等一下，在公布结果之前，有几句话我想说一下，可以吗？佳宁，你说。周小山，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研究员。当我提出要回到小分子抑制剂方向的时候，我只是让他去做蛋白互作分析，而他不仅做了我说的实验，还主动做了晶体结构分析实验，在实验的思路和方向上都给了我很大的灵感。而我的设想能够成立，也多亏了周小山。所以，如果这一次的比试，周小山落后于孙老师，作为他的上级，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。周小山显微注射100例，成功99例，经过基因鉴定，最后培育出符合要求的实验用小白鼠75只。75%的出产率，不可能啊！就是啊。愿赌服输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替我说话。不会啊，
孙老师针对的人是我，笔试也是我先跟他提的，因为我们两个的事情影响到你，有点不公平了。你真的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公平？当然，公平、正义、真理这些都是存在的。如果说一名科研人员不相信这些，那可能也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吧。可是现实是残酷的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坚持和努力的意义在于我们无限接近真理。有一种鱼叫无脸鱼，生活在4000米的深海中，因为长期见不到光，所以它的眼睛退化了。所以呢？你昨天晚上问我，是不是一个人生活在黑暗中，就没有向往光明的权利？我想说的是，不是不想，是不能。曲佳宁，我很敬佩你的做法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和能力。你错了，周小山。无脸鱼它不是没有眼睛，它的眼睛在表面之下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曾经经历过什么，但是我应该跟他们不一样。明白了，谢谢你。别让我说。看见没？小组会，这回不论老孙同不同意，都得共享实验数据。来了来了。曲佳宁，我想知道之后的实验设计报告有了吗？还需要一些孙老师之前的数据。嗯。哦，我懂。好了。这是实验的流程，你看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。好，过去了。裘佳宁替你说话了。但他之前明明知道你不信任他，为什么在结果揭晓前替你说话？他要保我。保你？他自身都难保，还想保你？可笑。哥，你怎么拿到密钥的？电脑键盘每一个键盘发出的声音都不一样。虽然裘佳宁在输入密钥的时候没有让我看，但是我可以从键盘发出的声音听出密钥。那是不是证明咱们的任务完成了？茉莉，上家要求的是结果。虽然原计划在这个方向是全球领先的，但是只要他们没有申请专利，就表示现在的成果并不是最终的结果。我有密钥，但我还需要等。那还要等多久？你要有点耐心。教练，有客人啊？没空。不好意思啊，哥们儿，我就送个东西，你送还是我送？茉莉啊，你怎么会有那个挂件？你也看《憨狼家族》啊？我不看。憨狼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？他在动画片里面挺倒霉的，但是吧，他最后却成为家族里面最厉害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从来不放弃，一直努力啊。就这样？对啊，越努力越幸运嘛。那你觉得憨狼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
他很可爱吧，但有时候也挺迷糊的，蠢萌蠢萌的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是觉得他挺可爱的。你们聊，我就先走了。茉莉，收下吧。走了。对啊，茉莉，收下吧。你看，这珀莱雅黑珍珠面膜，特别好用。我给你放点啊。敷面膜。哎，占星，工作了一上午了，现在可能有点困吧？喝什么白水？给你带点咖啡。来，坐，去我那儿坐，那儿舒服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来坐。从来只有我给你买早饭的地方，师傅大人居然也给我带瑞幸咖啡的下午茶啦！哇，都是我爱吃的。说吧。我想问你姐喜欢什么花？你想买花给我姐呀？啊。然后呢，看浪漫电影，吃烛光的餐。你怎么知道？师傅，我劝你放弃吧。为什么？得了便宜还蛮快。啊。快说。你看我姐上高中的时候啊，有个男生买玫瑰花给我姐，你看我姐怎么着？你姐该不会不喜欢花吧？她这么有性格，直接给她扔了。No， 我姐严肃地向这位追求者指出，她买的是月季，不是玫瑰花，两者都隶属于蔷薇科。虽然容易搞混，但一个连月季和玫瑰花都分不清楚的男生，他是不会考虑的。你姐挺逗的呀。逗。你要按照对待一般女的追我姐就会习惯性的智商碾压。比如电影100分钟，她会告诉你101个不符合逻辑的地方。你越这么说，我发现我越来劲儿。你变态吧？这叫挑战，你懂不懂啊？反正事情的难度我跟你说了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那看样子我还真得改变策略。那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吗？我想想啊，等我吃完再说。啊，是。啊，这边轻点儿，这边重点儿。舒服。怎么样？想起来什么吗？可以告诉我吗？你等我吃完了行不行？好。邱佳宁，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接下去的实验我做不好，你会怎么惩罚我？不用担心，我会帮助你的。幸好不是把憨憨狼贴在我的脑袋上。姐，我回来啦。吃晚饭了吗？我在食堂吃过了。姐，这些公式是什么呀？
你一个学医的化学公式都看不懂啊？姐，我想八卦一下啊，你在国外那么多年，有没有谈过男朋友啊？没有啊。不会吧？就是没谈过啊。你这么大了，连男朋友都没谈过啊？谁说我这么大了就一定要谈过男朋友啊？那你有没有心动的？就稍微一丢丢心动的也行。这么肯定？爱情从来就不是人生的必需品。那是什么？哦，奢侈品，对不对？废品。废品。一般来说，男人和女人只要认识了超过2年，身体就不会再分泌感受到爱情的那种荷尔蒙了，感情就会慢慢变淡，就会冷却。像这样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东西，不是废品是吗？邱佳宁女士，我采访您一下，能够愉悦您人生的必需品是什么呢？德芙巧克力啊？错，是巧克力加咖啡。姐，你就告诉我一下嘛，我替你保密，你就稍微一丢丢心动的都可以啊。喜欢呢分很多种，你硬要问的话，也不是没有喜欢的男性。那谁啊？你说啊，姐。里昂纳德·安德烈·瓦森。什么？里昂纳德？姐是这个吗？这长相也太一言难尽了吧？多有魅力呀！你要不有空的时候去我们医院挂个眼科，我等你啊。Smart is new sexy。你这个小孩不会懂的。我是不懂。姐，你继续看你的公式吧。来手机。你姐说喜欢照片上这男的？准确来说是崇拜的偶像。那我觉得你姐可能要来我们这儿挂个眼科。我也这么跟她说，结果她却跟我说什么 "Smart is a new sexy"。Smart， 那对我来说就是 so easy。干嘛呀？什么态度呀？什么眼神呀？师傅啊，说句真心话，论颜值你是排得上号的，可论智商你就堪忧了。什么小样说我智商低？那你智商要不低的话，怎么老给病人垫医药费啊？你懂什么呀？那叫医者仁心。好。哎，老赵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块传了一篇论文，怎么样？电脑里边留档了吧？怎么了？我是想，既然开了这个头，就必须把它给写完。你帮我找出来，我把它写完。你要真那么想，自己会不留档吗？我自己找。到哪儿了？桌面那么乱，我怎么找呀？别乱看啊，不在 C 盘。哎呀，他是受什么刺激了？去年我就和他一起传这篇论文，传到一半，因为科里边病人多，所以他就放弃了。陈主任是好说歹说，让他一定无论如何都要发表，到时候升职还要看这个发表论文的数量。他倒好，你说他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大不了就不升职了呗。真逗。哎，挺好吃啊。卧龙的，你别给我吃完了。再来一个。你自己去拿。很多吗？这少拿点儿。石头哥，我要跟着你，我不要跟着邱佳宁。继续观察，好。谢先生，你跟我来。石头哥，在实验室里，我希望你跟别人一样，叫我孙老师。我不想跟着邱佳宁。半个月以前的决定，你现在反悔，是不是晚点了？我本来以为你本来以为邱佳宁留不下来，没想到他绝境逢生，对不对？笑笑，我很负责任的跟你说，跟着邱佳宁会比跟着我学到更多的东西。
我是为了你才来原计划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个呀？我以为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我们不合适。怎么就不合适？我们明明都在一起了，怎么就不合适？谢笑笑，按照实验室的规章制度，你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是应该被劝退的。如果不是裘佳宁的话，你现在没有机会站在这儿跟我讨价还价，你知道吗？犯那么大错误是我不小心，我保证我不会再犯这种实验性失误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组的实验员已经满了，你现在有2种选择，要么跟着裘佳宁，要么辞职。笑笑，佳宁等着你呢，拿好东西。进。实验计划已经发到你们邮箱里了，在进行实验之前，有些事情要跟你们说一下。把头发扎起来。披着头发容易烧秃的。实验室有规定，实验人员不得衣冠不整。明天把你这拖鞋换掉吧。拖鞋？我这是今年最新流行款。算了，我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明白。如果被有毒的化学试剂溅到你这双毛毛拖鞋上的话，它离流行也就告别了。这么低级的错误我是不会犯的。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。你喷香水了吧？明天不要喷香水了，也不要带进实验室会引起爆炸的。明天在实验室，希望你能够改正今天所有的错误。现在你可以去实验室了。要是我不呢？你可以试试。给你10分钟的时间，希望待会儿我在实验室看到已经准备好的你，去吧。裘佳宁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你说我能把你怎么样？行。可以啊，当初要留他的是你，现在把关系搞得这么剑拔弩张的也是你。留他是一回事，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跟他搞闺蜜情的。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？先去领器材，我在实验室等你。赵小山，把扣子扣上。头发扎上也挺好看的呀，这才有个实验员的样子。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细胞培育。我们的时间很紧张，实验室有专门的技术部门，需要细胞的话直接去领就行了。为什么要自己培养？我们的3次实验是由不同的人负责，所以为了实验的严谨性，需要实验物料、方法、步骤高度一致。细胞的状态就非常重要。等细胞养好了，再进行下一步细胞对目标物质的应答，就更有说服力了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开始吧。好了。现在打开你们手机里的计时器，设置6个小时。等细胞完全贴壁之后，吸出含有冻存液的培养基，换成完全培养基。
以前就认识孙磊？啊，我们俩一个大学的，他是我师哥。师哥？他比你老那么多，师叔差不多吧？我上学早。哦。哎，校长，怎么样？养细胞啊？他说，为了实验的严谨性，要求实验物料、步骤、方法高度一致。裘老师考虑的还挺周到的嘛。裘老师，他谁啊？你就管他叫老师？人家现在是组长，年纪又比我大，还能教会我很多新东西。我叫声老师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默默，你这么喜欢他，咱俩换换吧，好吗？凭什么？火灾又不怪我。默默，你笑笑姐心情不好，你少说两句。童言无忌，你别放心上啊！快吃，趁热吃。您不会认为裘佳宁来这儿真的是为科学献身的吧？猪猪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那几个海归？记得啊，16哥特别讨厌他们。对呀，那几个人交了几篇文章之后，就以此为跳板去了国外的实验室。我觉得吧，这裘佳宁也把这当跳板了，留不住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每天费尽周折做实验，是为了给自己洗白？你们想想看啊，他在这待个1年半载之后，谁还会记得他被开除的事情啊？再说了，我们这儿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医药集团，他又是我们这儿的核心研究员，那在人才市场很抢手的。不会吧？我也觉得裘佳宁不是这种人。那道理呢，给你们讲清楚了，信不信？随你们。我不管他来这儿到底是什么目的，只要是跟我石头哥过不去，那就是跟我谢笑笑过不去。谢笑笑好像不太配合实验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进入实验室吗？你知道？孙磊是他的师兄，他是为了追求孙磊才进入实验室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就不担心吗？尝尝，有意外的惊喜。哇，不是，你说的惊喜就是辣吗？刺激吧？我没有得罪你吧，裘佳宁？以前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，有一次思路卡住，让我特别焦虑。但是后来凑巧，我喝了可乐，又吃了墨西哥同学给我的辣椒，哇！当时那一瞬间，辣得我整个人在流眼泪。但是辣过之后呢，我就觉得整个人轻松了不少。所以每当我焦虑的时候，我都会喝可乐配辣椒。所以你焦虑了？怎么能不焦虑啊？你说的那些，我心里都明白。孙老师的偏见，谢笑笑不配合，王老的期望。这些都让我诚惶诚恐，非常焦虑。但是，如果说只想着焦虑，一味地陷入到这个情绪里面的话，对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只会让整个人越来越糟。所以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赵小山，只要专注于自己做的事情，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。
不错，下校的可以了。那我下班了。嗯。有问题。你看一下笑笑的吧。看出什么区别了吗？形状不一样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细胞也分美丑，笑笑的细胞圆润饱满，而你的细胞周边凹凸不平，一看就是不健康的细胞。不健康的细胞就没有美感，你再看看是不是？我不同意，我觉得我的细胞也挺好看。哪儿好看了？周小山，你有没有审美啊？我当然有审美了。我看你没有。你长得很好看，我也觉得你长得很好看，这说明我审美没有问题。周小山，我在跟你说很严肃的问题。美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严肃的科学问题。抱歉啊，我本科是物理化学方向，到了博士才转成生物分子学，所以实验的基本功不扎实。没关系，明天我看着你一步一步做吧，看看哪有问题。好，下班吧。饿了吗？这次保证不让你拉肚子。有什么想吃的？你是本地人，我客随主便吧。有家西餐厅，你出国之前经常去的，尝尝。好呀。徐佳宁，这就是你说的餐厅啊？这不是酒吧吗？你的生活逻辑未免也太特别了吧？特别吗？反正有饭吃就可以了。倩雅，来啦。佳宁姐好。来酒吧请客吃饭，倒像是你这种女人能想出的馊主意。谁啊？同事啊。除了同事以外，没有别的身份了吗？真没有了？没有。那我就要下手了。那你随便吧，好好照顾人家，我上厕所。帅哥你好。你好。方便加个微信吗？啊？那个女人一工作起来，我总是找不到她。你和她不是同事吗？以后我找不到她的时候呢，我就先找你，你方便吗？如果是为了找裘佳宁，当然方便了。但如果是为了什么其他的原因，可能就不太方便了。哦，比如说，为了测试我对裘佳宁的忠诚度，故意撩我。扫吧。果然和裘佳宁是一丘之貉，聪明的让人讨厌。我的荣幸。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，徐千雅，裘佳宁最好的闺蜜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周小山，你就是徐千雅。哦，你知道我？无所谓了。酒吧不错哈。来，周小山。这女的是不是特招人烦啊？徐千雅，这么一会儿就挑拨离间啊你？没事，你大胆的说，
姐姐在呢。她挺好的。哟，邱佳年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了。你别看他在工作中很有天赋，生活中啊，他就是个笨蛋。你才是笨蛋呢，少说两句行吗？比如呢？比如他是个路痴。我们俩是高中同学，还是一个宿舍的室友。记得刚入学1周的时候吧，有一天我在宿舍接到了他的电话，他说他迷路了，在学校里迷路了。哎，拜托，那才刚入学3天，我迷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那你怎么不跟他说，从我们学校前门到后门就2分钟的路，屁大点的地方他还能迷路？对，那也比有些人高3数学从来没有及格过好。看，被说到痛处了，开始人身攻击了。没关系，女孩子嘛，方向感差一点也没关系。哟，女孩子嘛，邱佳妮，从来没有人叫你女孩子吧？好啦，点菜了，老板娘，走，你坐啊，走，小凤儿，给他一杯酒。路痴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你是那位姐姐的朋友？她是我领导。哦，听老板娘说你领导是女科学家。女科学家？怎么定义呢？她24岁拿到了博士学位，现在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研究员，准确的来说算是资深科研人员吧。啊？怎么可能啊？看着不像吗？我的意思是我们老板娘是那种超过100的账目就算不清，认识的汉子绝对不超过2000个，他们怎么可能是朋友啊？是挺有意思的。没衣服穿了，怎么办？姐，就剩2杯蜜果汁茶了，你喝哪一杯？我喝金桔柠檬好了，掏豆花你喝。你人真好。哎，你帮我个忙吧。你说。借我套衣服穿。你衣服呢？我真是服了你了，邱佳宁，你把衣服都堆在这儿，会滋生很多病毒的。好歹你也是科学家，理工强人啊。不是病毒，是细菌。细菌行，细菌不可怕。反正你那么多衣服，借我一套穿呗。以后你再让我看到这种景象，我就拍下来发到你们公司网上，让你们所有人都知道。借我一套。你可爱的球球啊。借我一套吗？借我一套。真可爱。好吧，那我就把一套衣服借给你应急吧，正好我没场合穿。那，还是我妹最好。哎，不行，作为你的妹妹，我看不了你这样的惨状。明天下午啊，我早点下班带你去买衣服啊。明天下午？你如果不同意的话，我就打电话给邱总，告诉他的宝贝女儿已经落魄到给妹妹借衣服穿了。啊，好，明天下午我正好有时间。走，关门。我给你关了一次。早。哇塞，太美了！你穿成这样，我都认不出来你了。这次回来没带多少衣服，这是跟我妹妹借的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哪有，特别合适，真的特别漂亮。早啊，佳玲姐、纯然姐。早。早，佳宁姐。佳玲姐，你今天好好看呀！佳玲姐今天好漂亮。好漂亮。谢谢啊，早。佳玲姐，早。早。早。早，佳宁姐。早。早，佳宁姐。
哎，小王姐，今天好美啊！谢谢。佳宁姐，你今天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好好看。是吗？真的。变美了吗？佳宁姐，